三哥哥去了这么久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喂，你们俩倒是说句话呀！三哥哥，恭喜三哥哥当上了皇上了，以后啊要叫你皇上哥哥了。剧中曹寅叩见皇上，皇上吉祥。行了行了，你们怎么也给我来这套？皇上，你应该自称朕。是朕吗？妈妈在世的时候，只要一说朕，面对的必定是那些唯唯诺诺、阿谀奉承的人，而他也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。他一说我，连那冷冰冰的乾清宫也显得暖和了。你们也要朕，要我去做那冷冰冰的人吗？而你们也要做那唯唯诺诺、阿谀奉承的人吗？皇上，所以你们不要让我自称朕，你们不要对我顶礼膜拜。可是你和以前的你不一样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更加需要你们。你们对我真心，对我讲真话。以后你们进宫全都不用通传，我只希望你们都和以前一样。放心吧，三哥，放心吧，皇上哥哥，我们一定会真心实意的对你，就像从前一样。曹寅只会跟皇上说真话，以前怎么样，现在就怎么样，以后也还一样。好兄弟，你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不离不弃。奴才叩见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吉祥。果然懂得讨人欢心，难怪大行皇帝最宠信你。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大行皇帝曾经说过，在宫里众多的奴才当中，你侍候他是最贴心的。能够侍候先帝，是奴才100辈子、1000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情，就应该有一个好结果。我赐你为内务府总管，另赐黄金1000两。谢太皇太后。奴才能够侍候主子，是奴才的福分。奴才哪敢贪图什么赏赐？奴才只盼能永远侍候主子。难得你有这份忠心呐。好，我成全你，随你所愿，命你继续侍候大行皇帝，直至世世代代，永远，永远。奴才怎么嫌我赏赐的不够吗？奴才求太皇太后开恩啊！吴公公做了1辈子的奴才，连开恩和谢恩都分不清了吗？谢太皇太后恩典。没想到老佛爷会来这么一手，来了个急转直下，给咱们来个措手不及，功亏一篑。
我说苏大人，你又何必长吁短叹？现在你名列赐府，拥有朱批之权，正所谓是位极人臣呢。王爷，昨夜确实骑虎难下呀。不仅是在下，就连索大人、敖大人，不也一筹莫展吗？老佛爷手段高明，康王爷也是早有领教吧？哼，苏大人，你也没必要紧张。本王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，你也不用在意啊。大行皇帝本来是要传位给本王的，也许他后来改变了初衷，传位给了三阿哥。算了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谁当不是当。从今以后，咱们只要尽心尽力扶助新帝，保住大清江山，代代长存便是了。至于这个嘛，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苏大人，依在下看，王爷的定论未免下得太早了点儿。王爷，宫里传来消息，无良府吴公公自缢身亡了。怎么会是这样？说是太皇太后要他世世代代伺候大秦皇帝。老佛爷他，知道了。那奴才告退了。难道慈宁宫已经知道无良府和咱们的关系了？苏大人，我觉得这件事你也没必要担心。既然无良府已死，这件事呢就成了无头案，就让它随风飘散吧。总之，我们以后要以大清社稷为重，专心的扶助新帝便是了。主少国疑，今后害怕要出大乱子呀。咱们这位小皇帝素来桀骜不驯，要他乖乖的坐在龙椅上，规规矩矩的当个皇上，只怕也没那么容易。皇上我行我素，要是以他的好恶来处理朝政，天下早晚要出大乱子。可是像他这么一个小孩子，担当如此重的责任，也难为他了。王爷请放心，小孩子要是担当不起来，就让大人们来干吧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平身吧。登基已历2年，为朝政却由4辅臣执掌。江南申金狂妄自大，拖欠钱粮，这就是图谋不轨，理当问罪。即便是拖欠钱粮，也不一定就是图谋不轨。敖大人，说话要有证据。朝廷广开言路，江南士子议论朝政，应该是好事情啊。那这样吧，着浙江巡抚朱昌作彻查此案，克扣钱粮当罚，议论朝政可恕。如果是图谋不轨，就当诛。这奏销案涉及江南申金13000余人，秀才举人纷纷斥革，鞭仆纷纷，衣冠扫地，衙役已有240余人革职。这确实是自始皇帝对读书人焚书坑儒后最大的祸害。现在
各地方衙门政务无人主事，照此下去，地方将难以治理。有什么难以治理的？不听话的就格杀勿论。哼，我看哪个敢不服服帖帖的。哎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我们总不能靠强权政治治理天下吧？安亲王说的虽然有理，可是敖大人的意思也并不是要滥杀无辜，而是该杀的人才杀。当然了，这该杀的人是必然要杀的。我说乐乐呀，好歹你也是个亲王，也算是荣尽天下了，怎么老是愁眉不展的？回老佛爷，乐乐愁，不是愁自己，而是愁天下。有这么严重？那你就说说看。议政王大臣议事，每次都是不欢而散。臣谋其政，天下得治；臣谋其权，天下得乱。乐乐担心，早晚会出事儿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老佛爷，乐乐，这是明前的狮峰龙井，味道格外的香。来，过来，你来品品，也正好给你消消气。谢太皇太后。王爷请。小心，别让茶水溢出来。是。乐乐，你告诉我，怎么才能不让茶水溢出来呢？双手端平就是了。怪不得福林那么器重你，原来你真的是一点就透啊！哼，傻丫头，你笑什么呀？来，你给我说说看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琢磨着，老佛爷的意思没准是这样：左手是汉臣，右手是满臣，双手捧茶，不偏不倚，茶水自然不会溢出来。正所谓一碗水端平。似真愚笨，不知说的对不对？你笨？你这个傻丫头啊，多亏你身上没长毛，要是长了毛，比猴还精。没错，汉臣、满臣都是皇上的两只手，缺一不可。满臣们栉风沐雨打下天下，不得不犒劳他们。再说皇上还年幼，还不得不倚重他们。至于汉臣嘛，大家都明白，没有他们辅政，怎么能够管理好这个国家呢？现在有些满臣们想闹，那就让他们闹去吧，只要他们不过分，闹闹他们就会明白了。就凭他们几个人，怎么能够管理好汉人呢？你10几个汉字，读过几本汉书，不让汉人管理汉人，岂不是笑话吗？乐乐呀，所以咱们就得心平气和地端平这杯茶。乐乐明白，这杯中茶是你和福林苦心经营下来的江山呢，稍有不慎，这茶水就会溢出来，那样你们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。所以我不但要你把这杯茶端稳，还要你安安稳稳地把它交到皇上手里。是啊，端稳一杯茶并不难，可是要端稳一个江山社稷
就没那么简单了。你能做到，而且必须做到。这么说，是不是我这个老太婆太不讲情理了？乐乐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干嘛动不动就说要死啊？我不要你死，我要你开心的做事情。以后累了，就到我这儿来歇会儿，我有好茶赏你喝。谢太皇太后。奴才梁九公求见老佛爷。怎么了？回老佛爷，万岁爷他。皇上加油！加油！皇上哥哥加油啊！皇上哥哥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皇上，慢点！皇上哥哥，皇上哥哥有事吗？皇上，加油啊！皇上哥哥，别玩了，我要生气了。太皇小。哼，竟敢冒犯皇上，给我拖出去！快，杖棍50，罚俸3年。老佛爷饶命啊！老佛爷，还有你，好大的胆子！我都看见了，你竟敢骑到皇上的头上去了！给我拉出去斩了！老佛爷饶命啊！老佛爷饶命啊！老佛爷饶命啊！老佛爷，是我叫他们这么做的，与他们无关。皇上，我想请你闭嘴，回宫去。皇妈妈饶命！皇妈妈饶命！皇妈妈饶命啊！是我让他们把我打倒的，是我让他们骑到我头上的，他们只是奉旨行事，根本无罪。你看看你自己还有没有皇上的模样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做皇帝就该有皇帝的模样，皇上的规矩。这就是度，所谓的度，就是行有度，坐有度，言有度，举止有度。什么度不度的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这样。你以前是3阿哥，你可以是这样，可如今你是皇上，你是一国之君。当3阿哥时，我是爱新觉罗玄烨；当了皇帝，我仍是爱新觉罗玄烨。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区别。区别就在于，你是3阿哥时，有错就在于你。现在你是皇上，有错就会嫁祸于别人，知道吗？那个小太监被杖棍50，就是因为你无度；还有那个被杀头的，也是因为你无度。我不服！无度之君甚于无道之皇，你会嫁祸于天下的你。什么是有度之君？成天摆着个脸，说话老气横秋的，不能高声，不能大笑，这就是有度之君吗？好啊，这个皇帝我不做了，谁有度让谁当去。反正这个皇位也是你们逼我做的，我只想自由自在的活着。老佛爷息怒。皇上，皇位之事岂是儿戏，不可再说，万万不可再说了。乐乐，臣在。皇上明天上朝听政。我不去，我对听政没兴趣。从现在起，皇上的事情我就不管了。我想请你帮我调教出一个有皇上模样的皇上。如若他再有半点出格的事儿，那就请你提着你们全家人的脑袋来见我。你干嘛又拿别人来压我？有本事自己调教啊！调教不好，让别人把你的脑袋砍掉算了。把皇上带下去。万岁爷，来呀！我肯定会怕得很啊！我很怕呀！万岁爷，您别说了，咱走吧。哼，
从小就是这样的。你说东，他就指西，调教他，真是让我心力交瘁。还是那句话，走正了，他是一代明君；走歪了，他就……老佛爷放心，不会走歪的。不是不会，而是不能。元乐，你是长辈，也许你说的话他会听的。辛苦你了。请老佛爷放心，月乐自会努力劝解皇上。四珍，你儿子，把刚才那个准备砍头的小太监，掌棍100赶出宫去。领旨。这事不要告诉皇上。四珍明白。臣等谨祝皇太后瞻天翼寿花，宝物宜兴辉，瑶池春不老，金轩映日荣。你们的孝心，我都知道了。起来吧。谢皇太后。臣等谨具非遗薄礼，以贺皇太后万寿。大家先去畅音阁看看戏，稍后在御花园设宴，宴请各位臣工。谢皇太后，臣等告退。皇太后，您看这些寿礼，都是奇珍异宝，珍贵无比。想当初那些人就知道巴结董鄂妃，哪想到太后您会有贵为国母的今天啊！就算是董鄂妃，也想不到您有今天的风光。太后，您千盼万盼，总算把这天给盼来了，蓉儿恭喜太后。我千盼万盼，难道就是这样一天吗？太后不是一直想得到这些吗？什么尊荣啊，国母啊，我全都得到了，也都盼到了。可这又怎么样？不过如此吧。蓉儿不明白，太后还盼什么呢？皇上驾到！皇上，蓉儿，快去给皇上准备香茶。是。啊，对了，蓉儿，去把皇上最喜欢的玉露双方酥也拿来。是。儿子祝皇额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皇上。臣剧中祝太后福如东海，冰月祝太后寿比南山，曹寅祝太后老如松柏，福寿无疆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大家都起来吧。来，到这儿来喝喝茶，吃点点心，再陪我聊聊天。过一会儿啊，我们一起去看戏。今天来唱戏的可都是些名角呢。来吧，来。皇额娘，儿子还要上课，还是先告退吧。今天可是皇额娘的大寿，所有的大臣都来给额娘拜寿。你书房里的王师傅刚才也来过了，他说你今天就不用去书房了，不如就在额娘这里玩一天吧。皇额娘，为学不能一日废，还是
是让孩儿告退吧。难得皇上这么好学不倦，那就请回吧。孩儿告退。皇帝哥哥，干嘛老这么闷闷不乐的？没什么。老气横秋的，真没意思。皇上，怎么了，皇帝哥哥？难道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是母以子贵吗？不是的，我的母亲是天下最温柔的人，她从不跟我唠叨，也不强迫我做任何事情。当我心烦的时候，她就会坐到我的身边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默默地给我绣着荷包。虽然我们都不说话，但是只要她坐在我旁边，我心里就有一种特别舒服、特别踏实的感觉。我额娘也很温柔，而且呀，和我一样也是个大美人呢。真的？你们的运气怎么都这么好啊？姑且就这样想它吧。我母亲在我不到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我刚才说的都是我想象的。你比我还好一点。我现在的额娘是阿玛的侧福晋，亲额娘生了我不到1天就死了，连抱也没抱过我。那我们是同病相怜了。真希望我娘还健在，每天唠叨着我，打骂着我。不会的，她一定是天底下最温柔、最善良的母亲。就让我这样想吧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苏爱卿，你们开始吧。啊，皇上，关于练饷一事，奴才拟旨：自康熙2年始恢复明末练饷数目，各省需加派征银共600万两，限3个月内解送进京，以充国库，作滇民守兵之用。钦此。皇上，臣反对。废除明末练饷，乃大清入关第一德政，不应再重征。皇上，国库充盈，实不该再征饷扰民。皇上，征练饷只为了储粮养兵。这几年仗打少了，可这军饷倒增加了，这不能服众啊！仗是打得少了，可兵却多了。兵多，那是因为你们八旗子弟生养的太多，领饷的人就多了，所以让黎民百姓拿钱来供养你们。混账话！八旗子弟保疆卫国，军饷是他们应得的。哼，敖大人，现在天下太平，战事不多，八旗兵已无用武之地，大都赋闲在家。而黎民百姓却要着力抗水灾、抗蝗祸，才能烧得3餐。如此重负，你们还要给他们加赋，这于理不合。这没有什么于理不合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苛捐重赋必然引起官逼民反，八旗缺粮，八旗也会反。皇上，与其养赋闲之兵，
不如屯兵务农，分地于兵，让他们下田耕种。一来可以自食其力，二来可以节省国库开支。胡扯！兵是兵，农是农。你见过当兵的去种地吗？启奏皇上，熊大人之法乃两德之举，下官深以为然。什么两德之举？我看就是胡说八道。此法绝对可行。敖大人之所以反对，只不过是维护你们满人的利益而已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老夫有私心？诸位大人，我们就事论事，都不要再吵了。皇上首次上朝听政，不知皇上意下如何？皇上听政，据祖制本不能下旨，但是也不失为一次参与朝政的机会。这个，皇上，您但说无妨。好吧，那朕就随便说说。依朕看呢，既然国库不缺，就没必要再一味的扰民了吧。再者说，以役辛劳之民，养一赋闲之兵，这样有点不大合适吧？皇上高见，微臣佩服。皇上高见，微臣佩服。那既然如此，索爱卿，此事就这样办，好吗？这皇上所言极是，皇上所言极是。那好吧。锦绣兄这招果然厉害，就是攻其不备，出奇制胜。皇上小小年纪，胸襟广阔，不存成见啊！是啊，今后肯定是一代明君。今后我等定会扬眉吐气了。现在还言之尚早，毕竟皇上还没有亲政。辅臣朱批当权，偶尔为之还不能作数。你总是这等谨慎呢。哼，看他们那个得意的样子。这回冲着皇上，让他们一回。下次，皇上现在还太小，还不太懂事儿。我们得想点办法，不能就这么忍了。对，得找个机会杀杀他们的锐气。哼，何止要杀杀锐气，我们还要刀刀见血。王爷辛苦了，先用点茶吧。这茶烫了点吧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这就去换。这么烫手的茶，恐怕谁也端不稳，就是我也不例外。况且还要平平稳稳地交到别人手里。王爷，既来之则安之，王爷何必自寻苦吃呢？要做到唯墨不染，谈何容易？皇上年龄尚小，做事不计后果。老佛爷把这个烫手的热山药扔到我手里，他撒手不管了。哎，我怎么去约束他？他是皇上，我能约束得了吗？更何况现在满汉大臣成天争斗，纠缠不清。我是站在哪边说话都不合适啊！王爷位居王侯，是两朝重臣，已是福慧双修了。既然官道这么难行，不如激流勇退，图个耳根清净呢。你是叫我回归故里？这满汉相争的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老佛爷不管，皇上也不管，
你这个议政王大臣夹在中间，是两头不落好啊！如今朝中形势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稍有差池便会国破家亡。这时候本王怎么能退得出，放得下？照王爷这么说，还真是没有办法了。阿玛、额娘，冰月，你回来了。你这个丫头，怎么不知道回来看我们？你知道我和你阿玛多想你。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哟，阿玛，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？是不是朝中多事让阿玛操心了？没有，朝中的事情阿玛见多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可是见到我的乖女儿，我就高兴。宫里怎么样？皇上怎么样？他呀，还不是老样子，见到好玩的便玩，见到老佛爷呀便跑。来，不过呢，他玩起来呀倒是挺用心的。刚才啊，我们玩陀螺，他把我的弄坏了，就是不肯赔。我一生气呀，就找老佛爷请了假回来了。哦，原来你不是想我们才回来的。冰月当然想阿玛和额娘了。阿玛，你教冰月玩陀螺吧，我一定要赢皇上一回。好，阿玛教你。哎，不过你得按阿玛教你的一切办。那当然了。我教你。撞撞撞撞撞啊！撞撞撞撞撞撞啊！撞撞撞撞撞我！撞撞撞撞撞！万岁爷，万岁爷，咱们该回宫做功课去了。万岁爷。输了怎么样？再来。怎么了？输了就得听我的话。好好好，你要什么？是玉露双芳酥啊，还是夜明珠？这两样呀，我什么都不要。那你要什么？皇帝哥哥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怎么输的？是呀，我还奇怪呢，只不过1天的功夫，你怎么就进步这么快呀？老实说，是不是又学什么新方法了？皇帝哥哥，你可知道陀螺上宽下尖，要以立锥之地挺整个陀螺仪不倒，得有多难啊！难得你说出这番大道理，继续。要它不倒，玩者就要好好把持，镇之以军力，绝不能偏，就好像治国一样。事无全利，亦无全害。人有所长，亦有所短，要在计算利害之多少，斟酌长短之所宜，内外协和，戮力一心，齐国可安，天下可治。阿玛说，玩耍和治国一样，要用心做，专心做，才能做好。阿玛还说，不是不让你玩，只是要多读点书，多看点奏折，多理点朝务。行了。阿玛的，烦不烦呀？阿玛说，现在的国家就像个陀螺一样，只要用力稍偏便会倒下，不用力则陀螺不转也会倒下，所以要格外精心。皇帝哥哥，别玩了，去读书看奏折吧。你真烦呢，知不知道？皇帝哥哥，你想让我怎么样？你希望我怎么样？让我做个好皇帝，让我为大清着想，让我俯首帖耳，人云亦云，这些都是他们要我做的。根本就不是我想做的，我想要读书便读书，想要玩便玩，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别说小孩子脾气了，你长大了，应该学着做个好皇帝了。你真的很烦，以后干脆别叫你冰月了，叫你梵月好了。对，我就是叫梵月，我就是要把你烦死。皇帝哥哥，你上哪儿去啊？你说话不算数，你说的听我的。万岁爷吉祥，急什么祥？烦死了！
皇上，其实冰月也是好心，是为您着想。为我着想？他不来烦我，就是为我着想了。樊月，哼！皇帝哥哥，阿姆的话有什么不对呀？句句都是为你着想，所以我才花了整整1个晚上去背熟它。你知道吗？是整整1个晚上啊！换了别人，我才不管呢。不知好歹，还说我烦。那又怎么样？以前我们不是玩的挺好的吗？现在你一会儿要我做这个，一会儿要我做那个，烦不烦呀你？你看你，就跟老佛爷一样。你，对，就这样子最像。保持啊！我再也不理你了。最好不过，我耳根终于清净了。你看我干嘛？羡慕你呀。有什么好羡慕的？要是也有这么一个人唠叨我、关心我，我怕是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正好，那我就把樊月送给你了。以后他要是再烦，就让他烦你去，别来烦我，这样咱俩皆大欢喜啊！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差点中了你的调虎离山之计。什么计？想把我气走？哼，我才不上当呢！不是说我烦吗？好，我就烦到底了。以后我一天到晚烦你，一年到头的烦你，直到把你烦死为止，才不枉你给我起的樊月这个虚名。老天爷呀，你干嘛这么惩罚我呀？哎，不许玩！你就让我走吧！哎，你快读书！我求求你了！哎，皇帝哥哥，皇帝哥哥，皇帝哥哥！英雄美女自古成一对，办不懂是非是与非。明月清风，长夜相随，谁想谁，谁又忘了谁？一群沼泽，一江水，为了爱，有人愿受罪，心好累。好累，有思念频频举起杯。寒光中见玫瑰，醒了心有水，为一口气想到尾，永不后悔。每一个人转身崩溃，眼泪太可贵，明知道心要碎，也不后退。寒光中见玫瑰，醒了心有水，为一口气想到尾，永不后悔。为一个人转身崩溃，眼泪太可贵，明知道心要碎，也不后退。好字啊，好字！那边看走。哎呦，真不错！好，让一下，真不错呀。
谁家的？该是洪承畴吧？洪承畴本是明朝将帅，因为太宗所擒而降清，在领清军入关南下中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该是他的后人为其立宗祠的日子吧？献丑了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，谢谢。哎呦！陆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两朝大历，他年何以别清明？我敬你才高，才请你为先父宗祠立联，你却写这个。我这是据实而写，你要是不喜欢就算了，在下告辞。陆坚，怎么？你这写的是反联，我要带你去见官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好联儿。这位小友高姓大名啊？你别管，我看先生的这个联儿写得很好呀。暂分会重阳，难道重阳你不拜祭你的父亲吗？两朝大历，洪将军却曾是两朝，有何不妥？可他写的是何以别清明，又如何？重阳对清明，公正之极。可他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就算他是指明清二朝，又怎样？洪将军却曾忠于明朝，只因崇祯无道，他弃明投清，这是人所共知之事，又如何不能挂齿？你不敢提，不愿提，反倒显得心虚，以为洪将军的出身是耻辱，这是你背祖忘宗，为领尊父身教之意。还有，你身为汉臣，却以文字治他人之罪，实在是狐假虎威，可憎、可恶、可耻之极。好。老爷少爷，菜上齐了，请慢用。陆先生，龙儿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。哎呀，谢谢。钟儿也敬您一杯。谢谢。曹寅也敬先生一杯。好。小月呀，也敬先生一杯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干。先生刚才一联确实一绝，可谓语带双关啊。看小友衣着，也是满人，难得有此度量啊。玩笑而已嘛，无伤大雅。哎，现在的满人，如果要是有你一半的度量，大清也不至如此啊。先生为何发自感叹？人不如鸟兽，虽然有高墙深池、立法严刑，亦不能尽其心也。朝臣不知，越是高压前民之口，民越要宣而后快，这就是高压下之反弹。对呀，龙儿的马厩也常让龙儿做这做那，什么举止有度，吃饭有度，说话拉屎还要有度，什么度来度去的，烦死了。反正龙儿的马厩让龙儿做什么，龙儿就偏不做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可是家事不比朝政，朝廷不压不行啊。你能说说为什么吗？说齐元肃王，乃因以少之多，没言加重之，否则国之可定，国债可偿，实为大清之见啊。错，错，错！愿闻先生之高见。满清入关，以满人之寡治汉人之众，
以立国社稷之浅，治汉人千年文化之精髓。说前，只有大元为之，故现朝臣多以元肃王为晋，而先帝顺治爷和安亲王，则以为大元是因为高压制之，不顾华夏之始，以猛制汉，致使社稷不能融合而亡，所以提倡汉化，以汉人忠君爱国之道整合大清之国。那很对呀。也不对。怎么不对？不是不对，而是对谁不对？对呀，很不对呀。哼，你说。不是怎么不对，而是对谁不对。那到底是对谁不对呀？对八旗不对。好，说得对，继续说下去。我不说了。顺治爷以汉治汉，重用汉官，可无形之中却触动了八旗的利益，所以引起八旗满臣不满，要议汉臣而复祖典，重掌朝政实权。你们两个人只说对了一半。那另一半是满人为什么入关？救明朝百姓于水火。这也是你们的妈妈告诉你们的吗？那是什么？人之急欲者思虑，满人入关是因为中原物腐民丰。八旗中不少人以为，既然不知道能在中原待多久，何不尽情搜刮，待他日被赶出关外，好留作享用。于是说明满人根本就没有和汉人共治天下的想法，全地强占汉人田地，以高压钳制汉人之言行，足以说明之。汉人百姓方面也以为满人不能长治中原，他日一定会被赶出关外，所以对满之治、清之臣总是留一手，表面上唯唯诺诺，其实他们心中自有主张。这就是大清不定之正也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胜读万卷书啊！先生才识过人，拙见真知，令中儿茅塞顿开，佩服万分。哎呀，我真是不敢当啊！别看你们年轻，可刚才你们说的话都是大人也不敢言谈的国事啊，足见你们的胸襟不凡呐。哎呀，我陆建能结交你们这样的小友，感到十分的荣幸。来，陆某敬各位小友一杯。陆先生请。请。陆先生，小月呢也有一事相询。请说。刚才听陆先生的言下之意，安亲王所做的是对的了，是吗？国之大同，为民和谐共处，这么说，他的治国之略就是对的了。好，那小月呢也敬陆先生一杯。哎呀，月姑娘，谢谢你。来，干。少爷，我看我们陆先生，时候也不早了，龙儿要告退了。只是久逢知己，龙儿还想多领教益，不知陆先生可愿赐教？哎呀，荣幸之至，在下家住水井胡同，如蒙你们各位不弃，他日我一定道侣相迎啊。好，明日午时，我与钟儿再访陆先生。好。哎呀，次吕兄，文康贤弟，累你久等了。
哎，你我是同乡又是同科，相识多年，何必客套？坐坐。上菜吧。哎，好嘞。次吕兄清简了，一定是朝务繁忙吧？哎，一言难尽呐。奏销案、通海案等等等等，实已令愚兄心力交瘁呀。哎，整者是江南文子，攻者其实是你们朝中汉臣呐。没错。哎，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，以贤弟之才识，若能为国报效，定能有所为啊。哎，你我相识多年，你应该知道在下不是为官之才哟。哼，贤弟品行清高，爱野鹤于山间，冷眼于世情，不喜为世俗所累吧？也不尽然。在下以为，清之统治不见得长久吧。眼下正是天下太平，国泰民安，贤弟之想法恐怕已不合时宜。君子之政啊，在服其人心，不在服其人口。这2年，似辅臣以朱批之权打压言论，日久恐天下必乱。因此，更如贤弟这般有识之士，不尚空谈，投身以定国。君非君，则天下不能息其乱；相非相，则君不能保其国。主少国疑，四臣专制，你们这些汉臣，又能如何呢？贤弟，好，来喝酒，来，干！次吕兄，没有我们这些江南文士吵吵嚷嚷，也显不出你们汉臣在朝中的地位呀。你我就各司其职吧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好，来。哎，此次贤弟进京，不知有何际遇啊？哎，对了，我今天遇到2个少年，实乃平生一大快事啊！哦，如此得贤弟一赞，此2子定为非凡之才呀！到底是谁呀？哎呀，在下也不大清楚。一个叫龙儿，天资聪慧，气度非凡呐；另一个像是随从，叫钟儿，也同样的聪慧。这2人，一个是锋芒毕露，一个是深沉内敛，如汉时余亮，人中龙凤，他日必成大器呀。龙儿和钟儿，怎么？次吕兄也有所耳闻？哦，没有，来，接着喝，接着喝。好，来。今天我为几位小友特意下厨，备了几样江南家乡的小菜，你们可不要见闲呀。先生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们可就真的见闲了。没错，我们要吃的不是菜，而是人。对，我们吃的是人。你们要吃我呀？啊！民之以食，菜为末，人为主。倘若谈得不投机，纵然是山珍海味，也吃不出其香；倘若谈得投缘，则青菜咸鱼也能甘之如饴。有见地说得好啊！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出师的几位小友，这是龙儿、钟儿和莹儿。民安见过几位兄弟。龙儿拜见兄长，拜见兄长，拜见兄长。走。这是我的儿子，叫陆泰，字民安。明君无道，气数已尽，满清不入关，百姓已会揭竿而起。我给他取这个名字，就是盼着国泰民安。只可惜呀，先生以民为己任，令龙儿好生钦佩。江南文士虽越断朝政，但绝不是不忠。只是先生您并非忠于清，也非忠于民，只是忠于天下，
忠于百姓。哎呀，你真是我的小知己呀！来，就为这句话，我自干一杯。陆先生啊，龙儿有一请求，不知道陆先生可否应允？哦，虽说我和你们几个只是萍水相逢，却极为投缘。只要我陆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答应。你说吧。龙儿想拜陆先生为师，求先生收钟儿为弟子，也求先生收银儿为徒。好。自古良师难寻，可是好弟子更难找啊！你们不求我，我也正有此意呢。龙儿拜见师傅，钟儿拜见师傅，银儿拜见师傅。好，只要你们有心向学，我陆剑一定倾心相授。弟子们请起，坐。今天我太高兴了。好，咱们师徒煮酒论天下。好。我忠天下百姓，忠天下家父就是这样，百姓狂放不羁，开心的就喝，不满的就骂。几位学弟见笑了。老师这才是真性情。不畏强权，不视权贵，好令人敬仰啊！密安，让你照顾老师，辛苦你了。密安自幼丧母，这么多年，我们父子相依为命。密安不才，从小多病，腿脚又不好，不能替父亲分忧，心里真是难过呀。我也是自幼丧母。可你比我要好，至少还有父亲在身边，有尽孝的机会。不像我，若是父亲病了，也不能。别说了，我比你们更惨。我的父亲不在了。听二位学弟这么一说，民安更要为父亲多尽一份孝心。民安，你是老师的儿子，我们彼此之间就是兄弟。以后你家里缺什么，尽管跟我说，我会尽到弟子责任的。民安谢过三位学弟。礼反其所自始，乐彰德；礼报卿，凡始也。好啊，皇上一字没错，皇上已经入中庸之道也。那既然如此，今天就早点下课吧。好，下课吧，下课吧。弟子告退。太皇太后驾到！孙儿向黄马嬷请安。参见太皇太后，参见孔公主。都请起来吧。谢黄马嬷。谢太皇太后。我已经好些日子没有过来了，王师傅啊，这两个孩子最近学习学得怎么样啊？回太皇太后，皇上近来非常勤奋，每在臣教授之前，已能倒背如流，臣亦深感欣慰啊。是吗？哎呦，我的孙子啊，你看你衣冠都不整，这哪有人君之样啊？太宗常以人为鉴，见古见今，不见庄。哟，好，看来皇上是书读的不少啊，都知道引经据典了。皇上嘛，就应该是务正业的。那我想问问你，什么是
治民之道。不用治。为什么不用治？利者，民之本，刚者也。故圣人治利，不治民。那如何治利？哼，也不用治。为什么也不用治啊？君师臣兮，龙为鱼；权归臣兮，属辩乎？如今辅臣辅政，朕治之则失臣，止之则臣无权，则君为鱼而属辩乎？则天下不得治。所以不用治，也不能治。好，恭喜太皇太后，皇上的学问是大有长进呐。那也是王师傅您的功劳啊。多谢太皇太后的褒奖。孩子们都累了，请他们都下去休息吧。是。玄烨告退。谢太皇太后。谢太皇太后。臣告退。皇上的学问真长进了不少，看来王师傅真下了不少功夫。那是王师傅教得出来的吗？那是那位陆晋教的。皇上真是天资过人，这才几天的功夫啊，学问就有这么大的长进。不过那位陆先生更是不简单呢。陆建乃是江南名士，才高学富，就是生性倦狂，平时啊请都请不来的。既然他跟皇上有缘相遇，那就是歪打正着了。也就是陆建，玄烨呢才服他。他现在说一句，就顶我说上1万句。就让他们偷偷地溜出宫去，跟他学一学，我看倒也无妨啊。老臣收到一份奏折，是江南巡抚朱国志所写，想请王爷和诸位臣工们参详一下。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朱国志所奏，说江南地方有一出戏曲，名曰《金莲院》，说的是潘金莲下嫁武大郎，却又去勾引武松的故事。我想这似乎在暗讽朝廷。这主少国疑，新君刚立，像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，必须要严惩。这只是民间小戏曲而已，无非是娱乐取笑。况且武松的故事家喻户晓，这正所谓言者无心。依下官所见，此事不必多虑。怎么不必多虑？防民于口，胜似防川。如果我们要是不防微杜渐的话，这就等于姑息养奸，那些文人们势必就会肆无忌惮，大放厥词。到了那时候，我们朝廷的威严何在呀？朝威不在言，而在于容。有容则大，有容则大。不严惩他们，那些南蛮子就不知道谁是他们的主人。南蛮子，仁者不怒而威天下。这倒好，动不动有事没事恶语伤人，横眉冷对。色厉内荏，是莽夫所为。你说谁是莽夫？下官只是就事议事，谁愿意接着，谁就接着去。魏一介，我告诉你，别在这儿指桑骂槐，有本事你今天给我指名道姓的说出来，谁是莽夫？真是一介莽夫！哼！
好了好了，大家同朝为臣，有话好说嘛。好说？这还怎么好说啊？想必各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吧？在下告退。下官告退。好，写得好。你们几个写的都很好。读书贵在一个通字，融会贯通方为学问。如果只会背诵书文，那还不如不读书。这么短短的时间里，你们两个有如此的长进，实属难得呀。对了，老师。闻说，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，鳌拜把魏界的朝珠给拉断了。汉臣们又都拂袖而去。不知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？还有，这件事儿要如何善罢？善罢？恐怕这一扯，要扯出许多汉大臣的病来呀。难道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其他臣服呢？回皇上，熊次吕熊大学士，魏义阶魏尚书，龚鼎子龚大人，孙听泉孙大人，还有几个汉尚书大人，他们都病了，都在家休养。都病了。诸位汉大臣集体称病，实在是不敢让人相信。倘若装病不朝，那么就是蔑视朝廷；如果是集体装病不朝，就有结党之嫌。皇上一定要彻查此事。敖大人，请不要过多的猜测。诸位大人都兢兢业业，现在抱病在家，我们应该加以慰藉。当他们身体康复，也好回朝为皇上办差呀。如果他们要是都有病，就让他们好好休息吧。反正这朝政有我们这些满大臣把持，也就够了，绰绰有余。没有他们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奴才叩见太皇太后，叩见孔公主。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你来的正好，这是云南给我进贡的八大大茶树的茶叶，你来尝尝。谢太皇太后，谢孔公主。敖大人不必谢我，茶是老佛爷赏的，四珍也想借光品尝一口，怎敢不付出一点劳力呢？哈哈，鳌拜，你听听，四珍的那张嘴呀，真是修炼到家了，可丁可卯，面面俱到，你说是吧？敖大人，尝尝吧。谢太皇太后。怎么样？啊，鳌拜是个粗人，根本不懂得什么品茶，只知道这茶的确不错。什么不知道品茶？依我看，只要能分出好坏，那就是懂。其实啊，我最讨厌那些卖弄学问的所谓有识之士，什么明前几天了、夜行了、汤色了，唠叨半天，他就是不说好和坏。你看看，鳌拜多干脆呀！我就是喜欢你，直。汉人文士大多是如此，鳌拜也很讨厌他们。幸好四珍胸无半点学问，要不然也叫敖大人讨厌了。鳌拜不敢。好了，四珍，不要跟敖大人开玩笑了。敖大人是巴图鲁，是我们大清国的第一勇士，
怎么会跟大姑娘斗嘴呢？似真多言了。这八达大茶树，听说树有100尺，而且已有1500岁。树有1000岁，可是人只有100年的光阴。人活70古来稀，人一老呢，什么病都找上来了。你说天冷了吧，他就腰酸背疼；天热了吧，那简直就喘不过气来，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眼看着天儿又要热了，我想在天没有热之前，在病没有找上门之前，到热河去避避暑。好啊。看你有热闹的你就高兴是吧？鳌拜，这些年你辅助皇上理政很辛苦啊。这么着吧，你陪我去热河走一趟，咱们娘儿俩在热河也好好聊聊。谢太皇太后恩典，鳌拜戎马半生，栉风沐雨，早已经忘记了辛苦是什么。是啊，那倒也是。我大清的第一勇士，不是徒有虚名的。只是皇上现在还小，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以后他还得多多的倚重你。只是我不想让别人说我是个冷酷的老太婆，把自己的大臣往死里头使唤。敖大人，您还是陪皇额娘玩几天吧。去吧。奴才谢太皇太后。只是现在朝中汉臣皆称病告假，朝务繁重。先帝命臣为辅政大臣，如果在朝廷这多事之时离朝而去，那么就是示弱于人，就会有负先皇重托，是大逆不道。恳请太皇太后成全微臣。那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如果我还纠缠着你去，就对不起列祖列宗了。这个罪名我可担待不起呀。你政务繁忙，我不想耽误你，你回去办差吧。谢太皇太后。下去吧。奴才告退。来，几位慢用。哎，听说老佛爷把鳌拜招去，说是要带他去热河避暑。好啊，这很明显，老佛爷是想把鳌拜调走来调停此事啊。这回这帮满臣该知道了，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对呀，不过在下以为他们不会就这样轻易妥协了。不妥协又能怎么样啊？连老佛爷都站在咱们这一边了嘛。是呀，老佛爷还是通情达理的。他不通情达理，又有什么办法？说到底，这是汉人的地方，没有咱们汉臣，他也管制不了啊。就不得不低头了。来，喝一杯。各位，敖大人，这深夜到访是否有什么急事啊？来，坐。敖兄啊，听说你到慈明宫去了一趟，回来以后呢，就人浮气躁。我们今天来啊，是特意来看望你的。那帮汉臣实在是太可恶了，现在连老佛爷都不得不依靠他们。如果老夫再退缩的话，那帮汉臣就更嚣张了。敖大人呐，不要动气，不要动气啊！不动气？现在那帮汉臣们公然对抗，我能不动气吗？我们今天来
就是要给你消消气。消气？怎么能消啊？用说。用书？一本撼人心的书。老夫从来就不看那些南蛮子的书。当然不用你看，而是要让你来听。听？我这就找个人，让他说给敖兄听。万生嘉庆吴之荣叩见敖大人。我就是让他来给你讲故事的呀。吴之荣，把你状告的人和事都说给敖大人听听。敖大人，万生要状告湖州庄廷龙、南巡朱佑明及海宁查济佐，还有仁和陆建等18江南名士，私刻明史，诋毁朝廷，实属大逆不道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回敖大人，明史一书由庄廷龙撰写，查济佐、陆建等人列名参教。庄廷龙自知学问浅薄，所著明史主要抄袭朱国桢之明史，却补写了崇祯一朝，还撰写了大清崛起及一统之事，可却用的是崇祯之名号。那又怎么样？回大人，崇祯9年，太宗皇太极关外称帝，改国号清，改元崇德。庄廷龙之明史中却一直以崇祯为号，而非崇德，暗示其眷恋旧朝，有谋反之心。再者，他更把清兵入关、杀敌平乱之事记载成扬州10日、嘉定3屠，大有贬我清军靖乱之功，拟成为罔顾黎民、屠城之举，实属大逆不道。晚生曾状告至浙江巡抚朱国志大人，惜朱大人不在衙内，其翻了却把晚生打了一顿，再赶了出来。晚生现在走路都是一拐一拐的，求敖大人伸冤呐！你有什么凭据吗？有。庄廷龙狡猾无比，当他知道晚生发现了这反书中的玄机，便命人把所有的明史都烧掉，意图毁灭证据。幸晚生对朝廷忠心耿耿，冒死抢到了这有关崇祯一朝的一册，当中只斥本朝之逆词，晚生都一一标明。伪账！我们这几天不上朝，听说这奏折积压了不少啊。这样下去恐怕会耽误朝政啊。朝政？哼，现在谁还顾得过来朝政啊？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事情是他们惹起来的，他们不出面处理此事，我们绝不回朝。如若不然，我们这些汉臣今后在太和殿里还怎么站得住脚跟呢？没错。老爷，什么事啊？索大人、苏大人、鄂大人、敖大人登府来访。哦，请他们进来。是。四辅臣登府来访，这到底为什么？我们称病辞朝，还是回避一下的好吧？不用。君子坦荡荡，我们避朝就是避朝，倒要看他们意欲如何。四位大人请。哎呀，魏天官，各位大人呐、不知魏天官的病况如何呀？啊，不行了，年纪大了。大夫说，这叫病风攻心呐，也就是心病。如果心情不能舒坦，便衣食无补，归朝无期了。魏天官乃国之栋梁啊，朝中缺了你这种干臣怎么行呢？再说了，法总有理，病总有方啊。今天敖大人特意为魏大人寻得良方啊。魏大人，鳌拜天性率直，且行事鲁莽，前日堂前碎珠，实乃鳌拜之过。
今日特向魏大人来赔个不是。敖大人，这等名贵朝珠，在下……这玛瑙叫龙眼珠啊，据说能够聚天地之灵气，化解一切不祥啊。这个还能够招财聚气，辟邪纳福啊。有了这个辟邪的朝珠，魏大人这邪风之气就不至可遇了。大家同朝为臣，都是为朝廷和皇上效力，该多多的亲近，同舟共济，为朝廷和天下尽力而已啊！既然如此，一介如果不收，就显得一介小气了。那一介就收下了。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还指望魏天官及各位大人能早日康复，早日回朝啊！哈哈哈！如今奏折已是积压如山，对于汉人民情，只有各位大人才能如此通透啊！我们在座的各位皆不如啊！以后这一切还都有望各位大人辛苦了。索大人言重了，我们必定赴汤蹈火，不负皇上和各位大人的重托。敬修兄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来的正好。敬修兄，这么着急的把我们叫来，有何要事啊？这是索尼今天送过来让我们处理的差事，你们看看。哎呀，苏大人这一招请君入瓮真是高明啊！话说在前头了，正事也交给他们了，他们言办不行，不办也不行。一招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好啊，他们不是想揽权吗？那就把权给他们。英雄美女自古长一对，办不懂是非是与非。明月清风，长夜相随，谁想谁，谁又忘了谁？一群沼泽。江水，为了爱，有人愿受罪，心好累，好累，有思念频频举起杯。寒光中见玫瑰，醒了心又碎，为一口气想到尾，永不后悔。爱一个人，转身崩溃，眼泪太可贵，明知道心要碎，也不